你给我老实跪着！张家的彩礼我都收了，你还想着逃？20两彩礼都收了，你现在是我的人了，还给我装什么清高？我没有答应，是你们逼我的！不识好歹！给了20两彩礼，人家可是镇上开肉铺的，这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家。我真是回到了3年前二婶来逼亲的这一天。前世父母错信二婶的谗言，以为把我嫁去张家能过上好日子，为了凑齐嫁妆，还去找人借了高利贷。没想到嫁过去之后，我被活活打死，母亲也气病身亡，父亲为了能让我过得好，把钱都花给了我。结果没钱治病而死，二哥为了让我在张家有底气，把赚来的银子都寄给我，最后累死在黑煤窑上。现在所有事情都还没发生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晚唐啊，你可算醒了，走，别让你男人等急了。你竟然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，为了20两银子。把自己的亲侄女往火坑里推，你配当这个长辈吗？谁收的钱谁去嫁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。今天我就要退亲。这林家丫头是中邪了，退亲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啊！以后谁敢娶她？从今往后，我家与二叔二母一刀两断。张家要讨债，找他们去。一个丫头片子也敢退亲？等你爹那痨病知道了，早晚要被你气死！以后看谁还敢要你这个贫贱货！还不快滚！晚唐又惹事儿了，这下好了，得罪了二叔，往后地里的活谁帮衬？你少说2句！我闺女退亲退得好，那张铁柱是个什么畜生，你心里不清楚？爹，你忍一忍，我会想办法救你的。这丫头以前从来不管爹的死活，今天怎么感觉像换了人似的？再嚼舌根儿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们一家子破落户就等着吧，明天张铁柱就带人来收尸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丫头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我没事。快吃，别让你二婶看见，不然她又要来抢了。小妹，我在山上摘了几个野果子，你尝尝。娘，我以前太不懂事了，以后换我养你们。谁稀罕？懂事了就好。小妹，你吃，哥刚刚在山上吃野果子吃饱了。这是咱家所有的钱了，你拿着，万一张家来找麻烦，你就拿着钱赶紧跑，跑得越远越好。好，我跑了，爹怎么办？娘怎么办？这钱我要拿来救你。爹！痨病入骨，急火攻心，需要用灵芝为主药，野山参为辅，每日1剂，先喝3天，能缓过来就有救。那这药要多少钱？50两银子，少一文药都配不起。50两，前世家里拿不出钱，二婶撺掇爹娘去借了钱，利滚利还不上，爹连药都断了，抬回家没牢过3天就死了。这一次我不会让父亲死。我可都打听清楚了，回春堂的冯老郎中开的方子，灵芝吊命50两，50两啊，能买5亩粮皮，够一户人家吃10年饱饭了。把他家那破房子连人带锅一起卖了都不够，50两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林家算是完了，林老大那身子骨就是个无底洞。晚唐啊，二婶也是为你好，你爹这病说句不好听的，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。可你呢，你只要乖乖嫁去张家，兴许看在亲家的份上，给你爹埋口好棺材。你再敢说一个嫁字，再诅咒我爹死，
我今天就一把火烧了你家房子。青阳，你去把后院那台织布机搬出来，那是娘当年嫁过来的时候老爷给打的陪嫁，枣木的，还值几个钱，明天拉到集上卖了。村东头的黑煤羊在招人，签3年卖身契，能拿10两银子，我今晚就去。都给我停下！谁也不许卖东西，谁也不许去煤窑，给我3天时间。这50两，我来凑齐。你疯了？你连地都没下过，上哪弄50两？大嫂，你就信我一次，3天后我一定把钱给你弄回来。这丫头从退亲那天起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前世我记得有一片野山姜和花椒，就在后山断崖下面。小妹，大晚上来这儿干啥？去挖银子。山上连树皮都被吃光了，哪来的银子啊？算了，小妹说啥就是啥。那片山姜和花椒，前世被张家霸占后赚了几百两，这辈子我要先下手。就这不是野草吗？在别人眼里这是杂草，在懂行的人眼里，这就是白花花的银子。别伤根，留一半明年还能长。小妹，你咋突然懂这么多？做梦梦见的。咱们挖的差不多了，走，去镇上把它卖了。小妹，你该不会是想卖给这儿吧？这可是镇上最大的馆子，掌柜的能搭理咱们？去巷口那家茶叶铺买2包茶叶。小妹，咱饭都吃不上了，还买茶叶干啥？投石问路，大酒楼不会轻易收我们的野东西，得先过梅神那一关。给。去，后厨种地，闲人免进。大哥，劳烦通报一声，我有能让你们醉仙楼名震全镇的极品香料，想请大厨长长眼。如果不要，我就卖给对面的聚仙阁。哎，谁呀？什么香料？要是敢耍老子，老子……丫头，这东西哪来的？自家山上偶然发现的。听说贵酒楼过2天要办一场官商宴会，这味香料正合适提鲜压星。大厨若是觉得好，就给个痛快价。1两银子1斤，2两1斤，不能再多了。成交。翻称来。花椒14斤，山姜12斤，一共26斤，52两，拿好。小妹，52两，那个鲁大手，他咋这么痛快就给钱了？酒楼马上要办大宴，最怕食材出岔子。我们的香料品质好，正好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再加上他摸不清我们的底细，自然不敢压价。小妹，你简直就是个天才！别发呆了，咱还要去医馆给爹拿药。大嫂，你就别犟了。晚堂的死丫头这么久没见人影，肯定拿着你给的铜板跑进城享福去了。她连亲爹的死活都不管了，你还护着她？你放屁！我闺女不是那种人。那她人呢？我看啊，你们还是乖乖把房子卖给我，好歹还能给大哥买副薄棺材。再拖下去，别说棺材，连卷草席你都买不起。你们敢动我婆婆一下试试？哟，一个寡妇也敢逞凶！你男人死得早，林家要不是我跟你二叔帮衬，你早就饿死了，还敢跟我动刀子？给我把刀夺下来！一个寡妇还敢翻天了不成？我看谁敢动！把你的脏手拿开！二哥，先去给爹熬药。死丫头，你要干什么？5两银子就想吞我家祖屋？二婶这趁火打劫的算盘打得真响！你疯了！
你爹的病没钱治，你还敢撕了这救命的契书？你们一家子就等着暴尸荒野吧！林家的事轮不到你来操心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。好啊，你家穷的连锅都揭不开，你个死丫头哪来这么多银子？这肯定是你偷来的！大家都来看看啊！林婉堂手脚不干净，这钱来路不正，必须报官，让官差把他抓起来！你去报。不过在官差抓我之前，我会先告你一状，带着地痞流氓强闯民宅逼迁契书，按照本朝律法，可是要先打20大板的。你这把老骨头受得住吗？这丫头是个硬茬，快走！站住！砸了我家还想走？赔钱！丫头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娘以为你出事了。娘，没事了，我回来了。烧退了，烧退了。婉堂，你老实说，这50两银子到底怎么来的？我在山上挖的山货，卖到了醉仙楼。你连村都没出过几次，能认识醉仙楼的人？3天赚50两，说出去谁信？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万一官府找上门，咱全家都得跟着坐牢。你少说2句，婉堂能救他爹的命，那就是好孩子。娘，我也想让爹活，可这钱来路不明。刘翠花刚才说了，她让官差来查。大嫂，你咋就不信小妹呢？这钱是我跟小妹一起去赚的。大嫂，明天你跟我一起去醉仙楼走一趟就知道了。不过晚上你可能要受累，跟我们一起到山上把东西挖出来。行，我跟你去。这破地方能有啥值钱的东西？树皮都被人扒光了。大嫂，放宽心，小妹坑不了咱。就这不是山上的野草吗？能值几个钱？大嫂，这叫花椒，还有这个山姜，荒年没人要。这味道好冲！但醉仙楼那样的大酒楼，2两银子1斤都抢着收，因为整个县只有这片山崖上长这东西。就这东西2两银子1斤，你做梦呢？明天去醉仙楼卖不到这个价，我把这背篓吃了。现在帮我摘，记住千万别伤根，留一半明年还能长呢。行，到时候要是卖不出去，我看你怎么说。走，去醉仙楼。这不是林家那个赔钱货吗？怎么退了我的亲，改行要饭了？张铁柱，你这一身衣裳是借的还是租的？勒得跟绑猪似的。大家看看啊，就是这个死丫头，她二婶收我20两彩礼，她转头就把婚书撕了，不认账。林婉堂，你爹那个痨病鬼快死了吧？你要是现在后悔，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求我收了你，我还可以考虑借你几个铜块，给你爹买个薄棺材。张铁柱，你说完了？说完了赶紧起开。我来醉仙楼是卖东西的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你卖东西？就你这破楼子里的烂草，醉仙楼是什么地方？你一个臭要饭的能进去？你要是能进去，我张铁柱的姓倒过来写。刘掌柜，我是杏花村的林婉堂，上次卖花椒的那个，今天又带了新货，您还收不收了？哎呦，小林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这回就等你新货呢。伙计，上茶。这批比上回的还地道，正好赵员外寿宴的压轴菜能用上。花椒18斤，山姜12斤，一共30斤，2两银子1斤，60两，1分不少。你数数。这是银子？咱小妹什么时候骗过人？刘掌柜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破草凭什么值2两银子1斤？张铁柱，这是上等的野花椒，整个县只有这一家能拿出来。赵员外寿宴的镇桌菜全靠这花椒提味，你一个杀猪的，懂什么？张铁柱，你刚才说我要能进醉仙楼，你就把自己的姓倒过来写。你！张铁柱，我退你的亲是因为你配不上我，
那20两彩礼谁收的你找谁。还有，我爹的病我自己会治，不劳你操心。这60两银子够买10个你。张铁柱，你要是没事儿就出去吧，别在这儿影响我做生意。张铁柱，猪肉别忘了改姓啊！走了一夜路，饿了吧？走，找家馆子，我请你们吃肉。3碗汤面，再来1盘卤肉。好嘞。吴老板，你别急，河蚌的事儿慢慢想办法。我能不急吗？都城的酒楼催着要河蚌肉，我都跑了好几个村，连个影都没捞着。河蚌。前世也是这个时候，村里闹荒年，河里的鱼虾快死绝了，但河蚌多得要命，可没有人知道河蚌能卖钱，更没人会处理。吴老板，你别急，河蚌的事儿慢慢想办法。我能不急吗？都城的酒楼催着要河蚌肉，我都跑了好几个村，连个影都没捞着。后来都城来了个商人，以极低的价格收走了全村河蚌，转手卖给酒楼，赚得盆满钵满，而村里人只拿到了几文钱的零头，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。我当时在酒楼厨房当帮工，亲眼看着那个商人把河蚌肉做成了招牌菜，一盘卖500文。现在他们还没遇到那个商人，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抢下来。2位老板，冒昧打扰一下，我刚才听你们说在收河蚌。去，小丫头别捣乱，我们在谈正事儿。我没捣乱，我知道哪有河蚌，而且我还能给你们处理好。你真的知道怎么处理河蚌吗？光捞上来不行，得把肉取出来洗干净，不然腥得很。酒楼不收，我们之前收过几批，全砸手里了。我娘会做河蚌菜，保证给你们处理的一点腥味都没有。你有多少？什么价？你们出什么价5文钱1斤，只要处理好的蚌肉。10文钱1斤，而且我要现钱，不赊账。10文太贵了，别人家才3文。别人家能拿出多少货？我不仅能保证把异味给你处理干净，还能在核训期间每天给你们供应100斤。行，10文就10文。3天后的这个时间，你带100斤样品来醉仙楼，我们验货，合格的话，长期合作。一言为定。小妹，你真要卖河蚌？那玩意儿河底到处都是，真能卖10文钱1斤？大嫂，荒年到处都是的东西，到了会处理的人手里，就是白花花的银子。小妹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？感觉一切都被她算好了一样。孩子他爹，晚堂的孩子3天弄来50两，二婶说他钱来路不正要去报官，万一这钱真是偷的抢的，官差来了咋办？等万堂回来，你让他拿着钱跑。官府要是找上门，就说那钱是我偷的，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回来的，赔给他们。你胡说什么？你这身子骨还没我死了不要紧，晚堂还小，不能让他去坐牢。记住我的话，钱是我弄来的，跟晚堂没关系。爹娘，你们怎么了？丫头，你快跑，官差就要来抓你了。爹娘，你们看，这是醉仙楼刚付的货款，60两，大嫂和二哥亲眼看着的，收据上还有刘掌柜的签字和酒楼的印章。娘，是真的，花椒卖了2两银子1斤，刘掌柜亲手称的秤，我一个字都没撒谎，我亲眼看着他把银子赎给晚堂的。娘，小妹真的没干坏事，她是凭本事赚的钱。我的闺女有出息了，爹对不起你，是爹没本事。别说这种话，之前是我不好，不该那么不懂事。现在我有钱了，我来养你们。你这孩子，我们哪需要你养，你只需要把自己照顾好就够了。银子你收好了，到时候攒着当嫁妆。前世全家人省吃俭用，把最好的都留给我，而母亲穿着打补丁的衣裳，在灶房里啃硬馍。我从来没觉得不对，我才明白，这世上最爱我的人一直都在身边。娘，这些银子我要拿出来给全家人买东西。不行不行，你爹的病还要花钱，万一再……爹的药费我已经留出来了，剩下的我要给你们买衣裳、买鞋、买吃的。这些年你们把最好的都给了我，现在轮到我了。爹，
这辈子我就这么一个心愿，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你们要是拦我，我心里永远有个疙瘩。好，爹听你的。小妹，能给我买双新鞋不？买，1人1套，谁都有份儿。要啥？这匹细棉布，这匹青布，这匹蓝底碎花的各来5丈，那匹藏青色的棉布来3丈。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光那匹细棉布就500文。姑娘，您稍等，我给您量布。您坐，您请坐。桂花糕来2斤，蜂蜜2罐，饴糖4包，麦芽糖也来1斤。哦，姑娘，一共4两7钱银子。小妹，这花的钱够咱们家吃半年的了。二哥，花多少钱都值得。你们为我花了10几年，我花这一次算什么？哎呦，晚唐，你这是偷了哪家的金库啊？这大包小包的，是偷的还是抢的？看我做什么？我又没说错。你一个丫头片子，哪来这么多银子？该不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二婶，这些东西是我买给我爹娘的。你们听听，这死丫头说她要孝顺她爹娘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怕不是做贼心虚吧？我看肯定是偷的，不敢拿回家，想在外面处理掉。你这一看就是赃物，你给婶子，婶子帮你交给县衙。东西是我妹妹自己赚钱买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妹妹说了，这是给我爹娘买的。一个丫头片子能赚什么钱？你家穷的叮当响，你爹都快死了。二婶，你当初收张铁柱20两彩礼，把我往火坑里推的时候，可没想过我爹娘穷不穷？怎么，现在我凭本事赚了钱，你倒替我家操上心了？一个鸡蛋都要抢的人，我就不信他能给自己爹娘买东西。娘，我回来了。这么多，都是给我们的。这布料，我做梦都想做一件。大嫂，这就是给你买的。我这脚趾头，终于不用露在外面了。好闺女，还真是买给他们的。不过一个丫头片子，哪来这么多银子？这钱来路正不正还两说呢。二婶儿，这可是我挖山货正儿八经赚来的。你要是心里不平衡，也去山上挖山货卖啊。就怕你不识货，宝山在眼前也当废草。丫头，你刚才太解气了。娘，以后咱们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爹娘，大嫂，二哥，我有件事要说。镇上吴老板高价收河蚌，处理干净的蚌肉10文钱1斤。10文？那玩意儿河里到处都是，又腥又硬，能卖10文？我能处理的不行，明天咱们先试一次。丫头说行就行，明天全家一起上。先用盐搓2遍，把粘液搓掉，再用草木灰抹1遍，去腥味，最后清水漂3遍，漂到水清了才算干净。好，你这处理的很干净，一点腥味没有。100斤1000文，折1两银子，给。小妹，是真的。一天100斤就是1两银子，但光靠咱们家，最多200斤到头了。我想带着全村一起干，教会别人，咱还怎么赚钱？娘，我收他们的蚌肉5文钱1斤，统一卖给吴老板，他们挣辛苦钱，我挣跑腿钱，双赢。丫头说的对，有饭大家吃，这路子才走得长远，不然凭啥咱赚钱？他们一个字儿都没有，会激起民怨的。各位叔伯婶子，我找到一条赚钱的路子，村前河里的河蚌处理干净了能卖5文钱1斤，镇上吴老板长期收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河蚌，那玩意儿河底到处都是，又腥又硬，狗都不吃，能卖钱？我没开玩笑，我已经跟吴老板谈好了，处理好的蚌肉5文钱1斤，现钱结算。
这是吴老板按了手印的收购协议，大家不信可以自己看。这真有手印啊！真有手印，5文钱够买2个杂粮馒头了。我会教你们怎么处理河蚌，用盐和草木灰搓洗去腥，清水漂3遍，保证干干净净。处理好的蚌肉我统一收，你们不用跑腿，直接拿现钱。林婉堂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一家4口每天捞20斤就是100文，够买10斤糙米了。这年头，10斤糙米能活一家人啊！可不是，我家都快断粮了。要是真能挣这个钱，我男人就不用去黑煤窑卖命了。你们傻呀！林婉堂一个丫头片子，她说收就收，她哪来那么多银子？你们别被她给骗了。你们都好好动脑子掂量掂量，她之前上山卖山货是，就她这点积蓄能撑上几日？等你们起早贪黑下河摸蚌，费心费力清洗干净送过来，她拿不出铜板付账，到时候你们找谁哭诉去？刘翠花说的也有道理，她万一给不起钱呢？哼，林婉堂，你别在这儿装大圣人。你要是真有钱，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啊！光嘴皮子一碰，谁不会？嘿，你这老婆娘，我妹妹带你赚钱，你还搁这和稀泥，看我不打烂你这张嘴！二婶，你说我拿不出钱。二哥，把我屋里那个木箱子搬出来。说好的是现结就是现结，我不会说大话。只要大家按照我的方法把干净的河蚌送过来，钱一定会发给大家。我就说林婉堂不会骗咱们。30斤，一共150文。给你的钱，这150文够我家吃半个月了。婉堂，是婶子之前嘴贱，对不起你。老婆，你这有50斤，大嫂一共250文。好嘞，这是你的工钱，你拿好。婉堂，你可真是咱们村的福星啊！要不咱也去捞吧，一天怎么也能挣个100来文。捞什么捞？我当初说了那丫头拿不出钱，现在去捞，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林婉堂能出风头？林婉堂，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让你们发财，明天全给我喝西北风去！昨天100斤，今天争取120。小妹，小妹，不好了，河里的河蚌全死了！什么？二哥，带我去河边。出啥事儿了？这河蚌怎么是死的？全死了。昨天还好好的，今早一来就这样了。这白的是啥东西？闻着呛鼻子。
生石灰，有人往河里撒了生石灰。小妹，这到底咋回事？昨儿还好好的，咋一夜之间全死了？有人在河里投了石灰，这不是天灾，是人祸。谁干的？不管谁干的，现在先救河。石灰投河，这得是多黑心的人才干得出来，还能是谁？全村就刘翠花一家没挣这个钱，她眼红也不是1天2天了。可咱没证据，总不能空口白话去指认。先不管是谁干的，先把河水救活。咋救？石灰全浮在表面，底下的河蚌藏在淤泥里，还没死透。开闸，把上游的水闸全部打开，冲它2天2夜。石灰不多，活水冲一遍就能稀释。晚唐，使不得，这水闸千万开不得。李正，再不开缸换水，全村的财路就断了。让开！这是县衙修的官闸，按照本朝律法，没有镇长或者县令的亲笔文书，擅自开闸就是死罪。你要拉着全村人掉脑袋吗？哎呦喂，大家听见没？林婉堂自己捅了篓子，还想拉着咱们一起掉脑袋，河蚌全死光了。你们昨天交的货，他林婉堂拿什么给你们结钱？你们的血汗钱全打水漂了。刘翠花，是不是你投的毒？你哪只眼睛看到了？没证据我撕烂你的嘴！二哥，别跟他废话，咱现在就去镇上，求镇长拿批文。站住！镇长大人正在后院休息，闲杂人等滚开！官爷，10万火急啊！杏花村的河道被人投毒了，求镇长开恩批文开闸呀！滚！死几条破鱼烂虾也敢来烦大人！再不滚，抓你们进大牢！官爷，这是买命的钱，但不是买我的命，是买大人的命。耽搁了，大人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。劳烦通报。哪儿来的刁民？说本官的乌纱帽保不住？哼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大人，有人往杏花村上游河道倒了大量生石灰，死的不只是河蚌，整条河水已经尽数变成毒水。如果不开闸放水，毒水渗入地下，污染了镇上的水井。镇上的水井一旦被毁，全镇百姓饮水中毒，爆发瘟疫。到时候上头查下来，大人您担得起这成百上千条人命吗？你说什么？投毒？污染水井？快拿笔墨！要是爆发瘟疫，本官可是要被诛9族的！拿去，立刻开闸，把水给我冲干净！冲不干净，本官拿你试问！二哥，文书拿到手了。太好了，咱们赶紧回去开闸放水。大家伙看见没？林婉堂跑了，他根本拿不到批文，他就是为了躲债跑路了。咱们绝不能白干，走，去林家砸门，把他家的钱全抢出来当赔偿。谁不去，谁就是傻子。让开！镇长亲笔批文在此，谁敢说我跑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开闸！活的，底下的河蚌是活的，没死绝。二婶，这泥坑的滋味，比起你撒的石灰，哪个更呛人？
你胡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小妹，这几天捞上来的大河蚌越来越少了，连这么小的都摸出来了。河里的蚌快被咱们村摸绝了。竭泽而渔，长久不了。河蚌的生意做到了头，咱们必须找条新路。咱们靠山吃山，老天爷给咱这么大的山，不会让咱饿死的。二哥，明天你跟我再去山里一趟。好。找到了！小妹，这草味道这么参，能干啥用？能干啥？能让全镇的人排着队给咱们送钱。娘，咱家地里还有多少菜？萝卜、白菜、豆角都是些不值钱的，还有几篮野蘑菇，往年收了也卖不出几个铜板。够了，把这些菜洗干净，切成块，用竹签串起来，煮熟了往酱料里一蘸，就是现成的吃食。你这是要拿去卖？谁花钱买这玩意儿？镇上的码头工人、铺子伙计，中午一顿饭没处吃，便宜、顶饱、味道好，你说他们买不买？这丫头脑子转得比谁都快。晚唐，你这熬的是啥？这味道简直能把人的魂都勾走。你们快来尝尝。好吃，这味道够劲儿。小妹，这东西绝了，比肉还好吃。这也太好吃了！丫头，这是啥呀？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这叫钵钵鸡，又麻又辣，这比醉仙楼的招牌菜还好吃100倍。好吃就行。我们今天先做一批，拉到集市上卖，看看效果。祖传秘方钵钵鸡，又麻又辣，2文钱一串。什么钵钵鸡？这竹签上穿的全是白萝卜和菠菜叶，就这破素菜也敢卖2文钱，想钱想疯了吧？小妹，这价格会不会高了？今天第一天出摊，前10串免费试吃，不要钱。老天爷，这萝卜怎么比肉还香？又脆又麻，给我来10串，我给钱，给我5串，给我5串。怎么就没了？我排了半个时辰的队呀！林老板，再熬一锅吧。各位街坊，今天准备的料全卖光了，明天请早，保证管够。小妹，这钱袋子沉的我都快抱不动了，咱们发财了！老天爷啊！就那些地里不值钱的白萝卜和野蘑菇，竟然能换这么多钱，这得有1000多文了吧？抵得上咱们全家在地里刨食大半年了。你们是没看到，今天好多人都抢着买，好多人都还买不到呢。1300文，扣除香料和油钱，净赚1两银子，但这远远不够。独轮车装的太少，自家的菜也快用光了。二哥，明天跟我去镇上，咱们买牛车，扩大摊子。好，我跟你一起。这头牛带后面的车5两银子，我牵走了。姑娘痛快，这牛车归您了。老天爷，林家这丫头真发大财了，连带棚的大牛车都买上了，这得花好几两银子吧？林万堂，又是你这个丧门星，
凭什么处处压我一头？凭什么？各位叔伯婶子，我家的钵钵鸡生意做大了，从今天起，大家地里种的白萝卜、大白菜、野蘑菇，只要新鲜干净，我按市价全收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另外，我每天雇10个人来我家帮忙洗菜、切片、穿熟签，一天工钱20文，当天下工，当天结现钱。晚唐选我手脚最麻利，一天20文啊！去哪儿找这好事儿？选我干活最利索。娘，大嫂，外面的菜可以让村里人洗，竹签可以让他们穿，但这熬红油的配方放哪几种草药，什么时候下锅的火候，这是咱们全家活命的根基，死也不能传出去半个字。林老板，给我拿30串，我要带回家下酒。好嘞，30串，一共60文，您拿好。真是邪了门了！咱们酒楼这几天的流水掉了一大半，客人都死哪儿去了？掌柜的，客人都跑去街角吃那个乡下丫头卖的什么钵钵鸡去了，听说味道绝了，比咱们的大鱼大肉还香。钵钵鸡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去，派人去给我查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去，给我买一串那个钵钵鸡，剩下的钱是你的。好嘞，谢谢大爷。给。要是这东西能放在我聚仙阁里卖，到时候醉仙楼的客人可就都是我的了。这红油的秘方必须弄到手，若是他不给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王掌柜，您这几天愁眉苦脸的，可是为了街角那个卖钵钵鸡的死丫头？你知道她的底细？何止知道，那丫头叫林婉堂，她亲二婶刘翠花跟我熟得很，只要您钱给够，这钵钵鸡的秘方我保证给您弄来。这是4两定金，告诉你那相熟的人，只要能把林婉婷熬底料放了哪些香料的秘方套出来，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们20两白银。掌柜的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二婶，聚仙阁的王掌柜发话了，拿到秘方，这2两就是定金，事后再给20两。20两！铁柱，你放心，他林婉堂就是个涉世未深的黄毛小跳，我可是他亲二婶，我有100种法子让他把秘方吐出来。二婶，这事儿只能智取，千万别打草惊蛇，等秘方到手，咱们就发大财了。哎，你这老娘们怎么插队啊？瞎了你的眼！我是这林老板的亲二婶，我找自家侄女还用排队？婉堂啊，二婶这几天想明白了，以前都是二婶不对，这自家母鸡下的蛋，专门给你送来补身子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安的什么心？有话直说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哎呀，二婶就是好奇，你这里头都放了些什么草根树皮，怎么这么招人喜欢呢？好你个林婉堂，连长辈都敢打！今天你要是不把你那熬汤的方子交出来当赔偿，
老子砸了你这破摊子！张铁柱，你再碰一下我的单派这壶滚水，我保证一滴不漏，全浇在你脸上，让你连皮带肉一起熟。各位街坊，这2个人，一个是为拿20两彩礼把我往火坑里推的亲二婶，另一个就是满大街放狠话要打死我的张屠户。现在看我卖钵钵鸡赚了辛苦钱，又跑来装好人，想偷我养家糊口的秘方。呸！不要脸的狗东西，欺负人家小姑娘，滚出集市！我等着！这死丫头简直是个活阎王，软硬不吃啊！这秘方咱们根本弄不到手。明抢不行，咱们就暗偷。他那个摊子每天要洗那么多菜，肯定有人帮忙。咱们从他大嫂王秀兰下手。对啊，还是你机灵。我就不信，白花花的银子砸不开王秀兰的嘴。秀兰啊，大半夜还在洗碗，真够苦的。你来干什么？赶紧滚！秀兰，你只要告诉我，碗堂那个红油锅底里究竟都放了哪几样草根树皮，这银子就是你的。我呸！收起你的臭钱！你疯了！来人啊！抓贼呀！二逼，碗堂，刘翠花来偷东西啦！屠夫，看打！大嫂，干得漂亮！碗堂，我绝不会出卖自家人，2两银子就想买咱家的活路，他做梦！他们今天来套话，明天就会来翻墙。既然他们这么想要咱们的配料，那咱们就给他们留点好东西。碗堂，你往这废料里掺这么多苦药根子干啥？大嫂，这叫秘方。有人半夜睡不着觉，惦记咱们的东西，咱们不得好好招待一下？铁柱，你看，这肯定就是他们昨天倒出来的料渣子。没错，就是这股冲鼻子的味儿。拿到了，咱们现在就去聚仙阁，20两白银到手了。李老伯，这是你家昨天洗菜穿签子的工钱，整整40文，拿好。碗堂啊，你真是活菩萨！我家3个月没见着荤腥了，今天终于能割2两肉了。乡亲们，只要跟着我好好干，我保证让大家顿顿有肉吃。王掌柜，您看，这可是我们半夜守在林家门口弄出来的底料残渣，配方全在这儿了。这黑乎乎的是什么？怎么没有红油？哎呦，掌柜的，这熬干了可不就是黑的吗？这红油的香味儿全靠这些草根子提味儿呢。行，20两拿走，以后还有这好东西，统统送来。快，倒进油锅里给我炸，多放油。银碗堂能卖2文钱，咱们聚仙阁就卖5文。掌柜长，这味道不对啊，怎么比黄连还……废话，良药苦口，这叫秘方。赶紧给我穿上菜串，端出去卖。呸！
什么狗屁东西，又苦又涩！你们拿烧柴火的灰糊弄老子！这就是你们的秘方，猪都不吃，退钱！给我打！这两个不长眼的东西，拿一堆黄连苦木来骗老子的20两银子，害我聚仙阁被客人砸了场子！别打！掌柜的饶命，那真的是从林家偷出来的！哎呦，别打了，是林婉棠，肯定是那死丫头算计我们！滚！再敢骗，老子打断你们的狗腿！还是林老板这儿的味道正，聚仙阁那卖的简直是毒药。您吃得好，天天来，咱们这可是独一份儿。王掌柜，20两银子买一锅黄连汤，这滋味不错吧？小妹，今天足足卖了2000文，咱们带出来的菜全光了。生意越好，红眼病的人就越疯。聚仙娥吃了这么大的暗亏，王掌柜绝对咽不下这口气。二哥、大嫂，从明天起出摊带上防身的家伙，他们明着斗不过，必定要下黑手。林婉棠那个贱丫头，敢耍我，害我聚仙阁名声扫地。张铁柱，你带着刀疤他们去，把林婉棠的摊子给我砸个稀巴烂。王掌柜放心，今天我非把他那个红油锅掀翻了不可，不交出真秘方，老子打断他二哥的腿。张铁柱，你带着刀疤他们去，把林婉棠的摊子给我砸个稀巴烂。王掌柜放心，今天我非把他那个红油锅掀翻了不可，不交出真秘方，老子打断他二哥的腿。滚开！都给老子滚开！不想死的赶紧滚！张铁柱，找死！林婉成，你偷了聚仙楼的秘方，在这儿摆摊儿。今天老子是来替天行道的，给我砸！谁敢动我的锅，我今天就废他一只手！不怕死的，过来试试！废物！拿一个丫头面子能把你们怎么样？一起上，把锅掀了！滚！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当街强请，真当镇上的王法是摆设吗？刘掌柜，这是我们和他的私仇，跟醉仙楼没关系。林姑娘是我们醉仙楼的贵客，你们动她就是砸我醉仙楼的招牌，给我打出去！多谢刘掌柜解围。客气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5个人拿着铁棍，连一个丫头片子都收拾不了。掌柜的，不是我们不行，醉仙楼刘掌柜亲自带人来了，还说林婉桃是他们的贵客。醉仙楼居然公开给他称道，这个刘掌柜是出了名的老虎，从不做亏本买卖，还这么护着那碗药，说明那丫头的秘方比我想的还值钱。滚下去，这几天别露面，等我吩咐。硬抢不行，那就换个法子。既然秘方在他脑子里，那就让他自己乖乖交出来。丫头，生意做大了，仇人也多了。你一个人扛着，爹这心里……爹，刘掌柜今天当众说了，我是醉仙楼的贵客，聚仙阁再想动手也得掂量掂量。咱们天天提心吊胆也不是办法，能不能想个法子，一劳永逸？一劳永逸的法子，不是跟聚仙阁硬碰硬，是把生意做大到他们碰不动的地步。明天我去醉仙楼跟刘掌柜谈合作。林姑娘，树大招风，你这钵钵鸡的生意太火，王掌柜那小人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刘掌柜既然出手相救，晚堂也就不拐弯抹角。这街边的摊，我以后不打算摆。我想跟刘掌柜您做一笔大买卖，红油底料我独家供货给醉仙楼，
最先楼出场地，我只负责在村上卖底料送来，利润55分。林姑娘真是个爽快人，这买卖我接了。只要有我醉仙楼在，镇上谁敢动你一根指头？醉仙楼跟林婉堂签契约了，独家供货。是，说以后醉仙楼和杏花村林家是一家人。独家供货，那他用的那些菜总不是他自己种出来的吧？他收村里的菜，我就高价截胡。他把菜农的货源全断了，拿什么做？各位叔伯婶子，从今天起，镇上的小摊我不摆了。我已经和醉仙楼签了契约，以后专门在村里熬制酱料，供应给醉仙楼。原来的收菜照旧，洗菜、切菜、串串的活计一样不少。我还要在村东头盖间酱料作坊，再招20个长工，工钱每天15文，当天结算。还招20个，那我家2个儿媳妇都能来了。一天15文，1个月就是450文，够全家吃1年饱饭了。晚堂丫头带着咱们全村赚钱，以后谁要是胳膊肘往外拐，帮着外人对付林家，就别怪我按村规处置。盖作坊招20个长工，他哪来这么多钱？晚堂说等作坊盖好了，还教我们做酱料的粗活，不用下地就能赚钱。可不是嘛，我家那口子说了，以后家里的菜全卖给林家，谁出高价也不卖。你就是林婉堂的二婶？对，我是他亲二婶刘翠花。王掌柜，上次那个配方的事儿是林婉堂那死丫头故意给我们下套，不能怪我。上次的事我懒得追究，今天叫你来是有另一桩买卖。林婉堂做酱料用的那些菜，萝卜、青菜、豆角都是从村里收的吗？他收多少钱一斤？4文钱一斤。那我就出6文钱一斤。掌柜的，您是想他收多少我结多少，我要让他的生意彻底走下去。你又要去招惹林婉堂？上次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咱家脸都丢尽了。这回万一再被逮住，你懂什么？这回不用偷不用抢，就是去村里问问菜价，谁不想多卖钱？可李正不是说了吗？不能胳膊肘往外拐。咱又不是自己去收菜，王掌柜会派外地的贩子来，假装是路过的客商，谁知道是聚仙阁在背后收。到时候菜农们自己把菜卖给外人，林婉堂想拦也拦不住。李老伯，萝卜32斤，128文。收菜，新鲜萝卜青菜6文钱一斤，有多少要多少。6文钱，比林家高2文啊！1斤多2文，10斤就多20文。你是哪儿来的？谁让你在这收菜的？小兄弟，我就是个过路的买卖人，听说你们村菜好，顺道收点，6文钱一斤，公平买卖，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，这总没错吧？小妹，村口来了个外地贩子，喊6文钱一斤收菜，已经有好几个村民把菜拉到他那边去了。6文钱，比咱们高了整整2文，这不明摆着是冲着咱们来的吗？6文钱收菜还不还价，有多少要多少。这不是过路贩子，是聚仙阁派来的。那怎么办？咱们要不要也涨价？不用涨，让他们收。二哥，你去把李正请来。大嫂，你去村口帮我传个话，告诉所有人，林家不拦着大家卖给外人，谁想多卖2文钱，尽管去。婉堂，这贩子来路不明，出手这么阔绰，8成是冲着你来的。你让人把菜卖给他，你作坊的菜怎么办？种菜的不止一个村，隔壁几个村的菜农也都指着咱们收菜，他收得了咱们村的，收不了所有的。再说了，他出6文钱收菜，有多少收多少，撑不了几天就得亏死。既然晚堂说了不拦着，那大家想卖给谁就卖给谁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外面的贩子今天来，明天走，林家可是常年收菜的，你们自己掂量着办。6文一斤，现钱结算，拿银子说话。成了，今天第一天就结了至少300斤菜，王掌柜这一招真高，拿钱砸，看他林婉章能撑多久。300斤，按6文一斤，那就是1800文，加上运费和人工，聚仙饶一天得亏多少？你懂什么？王掌柜说了，这叫放长线钓大鱼，先把菜源卡断，林婉堂交不上醉仙楼的货，就得违约赔钱，到时候他走投无路，秘方自然就交出来了。你说聚仙阁在你们村高价收菜，6文钱一斤，这价格比镇上菜市场的零售价还高，王掌柜这是要拿钱砸你啊！他想把菜源截断，让我交不上货，但他犯了一个错，他只盯着杏花村了。哦，隔壁村的菜农，我早就派人打过招呼了，他结得了杏花村1村，结不了3村，而且他6文钱收菜，每天就是几千文的亏空，他撑不了多久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借我2个护院。我要让镇上的人看到，聚仙楼他不管怎么结，我的货都能按时送到醉仙楼。收菜，6文一斤，现钱结算。你没看见吗？醉仙楼的人天天在村口守着，林家背后是醉仙楼，
外面的贩子今天来明天走，林家才是长久的。我家的菜还是卖给林家，多2文钱是赚了。可万一贩子走了，林家不收咱的菜了，到时候哭都来不及。今天收了多少？掌柜的，今天只收了不到200斤。村里不少人又把菜卖给林家了，而且醉仙楼派了2个护院，天天在林家村口守着。村里人看了都往林家那边跑。明天开始涨到7文，我就不信砸不开这道墙。掌柜的，7文钱一斤收菜，加上运费人工，咱们成本比林婉烟高出将近1倍。林婉烟交不上货，就得赔醉仙楼违约金。只要把他逼到绝地上，秘方到手，这些亏空早晚10倍赚回来。今天收了石桥村和柳树湾的菜，加在一起500多斤，加上杏花村还愿意卖给咱的，一共700中出头，比之前少了大概30%，但够做这周的量了。可那个贩子今天又涨价了，听说出7文了。要是他再涨下去，会不会把其他村的菜农也拉走？大嫂，你想想，7文钱一斤收菜，加上运费，它的成本是咱们的2倍，卖出去能赚多少？一斤菜做成酱料，利润也就那么多。他收的越多，亏得越惨。那聚仙阁为啥要做这赔本买卖？因为王掌柜以为只要断了我的菜源，我就交不上醉仙楼的货，就得赔钱，最后不得已就会交出秘方。但他不知道咱跟隔壁村也有合作，他劫了杏花村，我还有其他村，最后亏的是他，赚的是我。那他们岂不是把本都掉了？哈哈哈哈，真是活该。掌柜的，这个月收菜花了73两银子，加上后厨损耗、人工、运费，一共亏了近100两。店里流水这个月还不到20两，近100两。掌柜的，还有更要命的，那丫头早把隔壁村的菜全包了，咱们高价收回来的菜，大部分是她挑剩下的次品，现在全堆在库里烂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下个月连伙计的工钱都发不出来。掌柜的，要不咱们收手吧？再亏下去，店里周转都成问题。收手！我已经砸了100两进去，现在收手等于全打了水漂。去，把张铁柱跟那个刘翠妈叫来。掌柜的，您找我？有件事儿需要你俩去办。是不是林婉堂那死丫头的事儿？对，既然收菜断不了他的货，那就盯住林家作坊，看他每天什么时候熬酱，哪些人能进核心灶房，找到能下手的地方，告诉我。掌柜的，您是打算交接后给他一批货，让他交不上下醉仙楼的单子，只要交不上货，他就得交秘方来抵违约金。这道墙砌好之后，外面帮工的人只能在前院和后院活动。核心灶房的钥匙只有3把，一把是我的，一把是娘的，一把是大嫂的。婉堂，这阵仗是不是太大了？大嫂，聚仙阁收菜亏了钱，一定会狗急跳墙。他们接下来不是回我的货，就是偷我的配方。这道墙就是咱家的护城河。二哥，明天开始晚上加派人手守夜，前后院各2个人，每隔1个时辰巡逻一圈。交给我。我算了算，上个光卖菜就挣了300文，加上我媳妇儿在林家作坊干活，1个月600文到手，比以前1年挣的都多。别挡路，别挡路！我这车萝卜从石桥村拉来的，4文1斤，林家照收。青雅，你妹妹现在可是咱们方圆10里最有名的人了。昨天隔壁镇的李正还托人问我，说他们村的菜能不能也往这儿送。李正您看着办，只要菜好，我小妹说了，来者不拒。娘，这批酱料的火候刚好，以后这个火候你来掌，我再带2个人在旁边学。你就放心吧，娘这把手艺不能丢。婉堂，醉仙楼又加单了，这个月从50罐涨到80罐。刘掌柜说钵钵鸡现在能卖500串往上，酱料不够用。告诉刘掌柜，80罐没问题，下个月还能再多供20罐。青雅，今天20罐都齐了。从今天开始，送货路线隔天换一次，周1走北街，周3走向，周5绕东门。每次送货2个护院跟车，路上不许停，送到醉仙楼后厨当面点清。林姑娘放心，刘掌柜交代过，货在人在。小妹，那我走了，今天走南向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林家作坊的出货规律，你打听清楚了没？刘翠花说了，林晚霜现在送货隔天换路，周1到周53条路轮着走。今天周3走南向，南向那条路窄，牛车过的时候速度最慢。那就在南向动手，不用手下留情。明白。林家作坊的出货规律，你打听清楚了没？刘翠花说了，林晚霜现在送货隔天换路，周1到周53条路轮着走。今天周3走南向，南向那条路窄，牛车过的时候速度最慢。那就在南向动手，不用手下留情。明白。前面怎么回事？我去看看。你们守着车，把车上的东西全砸了！你敢！给老子滚开！有人劫道，来人啊！算算时辰，南向那边该得手了。林婉堂，我看你今天拿什么交货？算算时辰，南向那边该得手了。林婉堂，我看你今天拿什么交货？掌柜的，不好了！
慌什么？是不是张铁柱把林家的货全砸了？不是，张铁柱他们被抓了。什么？被谁抓了？醉仙楼的胡月有这么大能耐？不是胡月，是县衙的捕快，刚好巡街路过，把他们逮了个正着。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当街劫掠商人，你们还有王法吗？大人冤枉啊！我们只是路过，是他们先动手的。他们屡次三番找我们的麻烦，今日更是带人拦截我的货物，护工们拼死抵抗，才保住货物不失。恳请大人严惩。来人，给本官大刑伺候，看他们招是不招。大人饶命啊！我招，我全招，是聚仙阁的王掌柜，是他出钱指使我们干的。你这蠢婆娘，闭嘴！我不闭嘴，再不说我就要被打死了。大人，这个是王掌柜指使的，定金都在我家里藏着呢。好一个聚仙阁，竟敢买凶作恶！捕头，立刻带人去聚仙阁，将王有才缉拿归案。王有才，张铁柱和刘菜花已供认不讳，你买凶劫盗，企图毁人财物，你可知罪？草民知罪。草民一时糊涂，嫉妒林家生意兴隆，才出此下策，求大人宽大处理。王有才为商不端，买凶作恶，扰乱市井安宁，判处没收聚仙阁全部家产，流放3000里苦役。张铁柱、刘翠花屡次寻衅滋事，更同谋结决，杖责4职，送往城外采石场服苦役10年。不要啊，大人！万堂，我是你亲二婶啊，你帮我求求情啊！我不想去采石场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聚仙阁倒了，这镇上的餐饮行当，咱们醉仙楼可就是一家独大了。多亏了姑娘神机妙算，王有才多行不义必自保。这镇上的生意终究有限，我打算把作坊再扩大，将底料卖到县城、府城去。林姑娘有这般雄心壮志，我张某人定当全力敬助，销售渠道包在我身上。醉商王有才家产查抄完毕，聚仙楼大楼连带地契，底价白银300两，开拍！350两，400两。500两，500两，你一个小丫头拿得出来这么多现银吗？现银看验无误，500两一次，500两2次，500两3次。聚仙阁地契归林婉堂所有。咱们老林家竟然在镇上开起大酒楼了！各位客官，林记招牌钵钵鸡新鲜上桌，还有咱们新推的秘制红油火锅，包您吃得过瘾。这味道绝了！比以前的聚仙楼强100倍，过瘾！老板娘，再来一壶好酒。晚堂丫头，咱们村现在家家户户都在你的作坊干活，或者种菜供货，日子过得比以前过年还红火。李正爷爷，
这只是开始。我要让灵记的底料卖遍大江南北，让咱们杏花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。呵呵，丫头，爹这辈子最自豪的就是有你这么个好闺女。来，爹敬你一杯。咱们家能有今天，全靠了碗汤。爹、娘、二哥、大嫂，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干杯！快拉！偷懒的畜生，今天中午不准喝水！官爷饶命，我拉。林，那是林婉堂的车队。那本该是我的好日子，是我下了眼。全村老少爷们儿，咱们杏花村能有今天，多亏了婉堂。谢林姑娘。这好日子是咱们所有人用勤劳的双手自己拼出来的。只要咱们心在一处，以后咱们的路会越走越宽广。这里是我前世父亲坠崖的地方，也是这一世挖到第一桶金的地方。这一次我终于护住了家人，也走出了自己的崭新前路。这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